今天谈的是织造局的事，理当公公主持啊。这些作坊可都是沈一时的，做卖给丝绸商，应该是巡抚衙门和布政使衙门的事儿，我怎么能主持？可今年50万匹丝绸却是公公的事情，公公当然上座。也好啊，请。那我就坐这儿了，你们也好说话。公公体谅就好。谈成了，我们能交差，织造局也能交差了。是今年的明钱啊？当然是今年的明钱了。竟像是刚采下的，什么法子保鲜的这么好？公公取笑我。装坛密封，搁在地窖里，这法子还是公公教给我的呢。哦，我倒给忘了。但愿明年还能喝上新采摘的明钱。只要有公公在，不要说明年，就是后年也能喝上新采摘的明钱。说得好，咱们明年后年还喝新采摘的明钱。天快黑了，今天饭就在这里吃，事就在这里谈。无论如何，咱们也得把这个约给签了。各位大人，各位大人，这是杨公公呢？正和郑必昌和茂才在沈一时的作坊呢。赵大人已经接任了，奉上谕，今天晚上就抓郑必昌和茂才，赶快把杨公公请回来。是。快请几位大人到里面歇息，我去请杨公公回来。咱们到里边等吧。好。 20年了，沈一时发了多大的财，有多大的名声，大家都知道。现在要问他这么大一份家当，我为什么分给你们？啊，2条。一是你们几位都是有信誉、有家底的人，能够把这25座织坊好好接过来，为织造局把这个差事当下去。2是你们都是胡步堂的乡亲。 肥水也得流自家田呐！等接过了作坊以后，沈一时在宫里、在官府能得到的东西，你们也都能得到。好了，就听你们一句话，个人愿意接多少作坊，说定了，我们今天就签字画押。我们有件事不甚清楚，想请问几位大人。你说，这沈一时25座作坊，3000架织机，是织造局的还是他自家的？要是织造局的，我们怎么敢白要宫里的财产？对呀。要是他自家的，他家也被抄了，那是罪产，分给我们，朝廷能不能答应？ 这些不讲分明了，我们的心落不到实处。这有什么不分明的？杨公公是织造局的监正，他老人家就是宫里的人，啊，就坐在这里。朝廷不答应，我们敢把这些作坊交给你们吗？杨公公，2位大人不要生气啊，我们无诚意也不会来了。适才王掌柜说的那个担心。 实话说，我们大家都有。对，大人是。如果杨公公能给我们交个底，我们自然也就没这个担心了啊。杨公公，您老是不是说几句，也好让他们放心啊？好，
那我就说几句。沈一石的这些作坊，不是织造局的。这些年来，他的确是在替宫里当差。现在他犯了别的官司，才被抄没了家产。但官府怎么处置，织造局认可就是。都听明白了吗？啊？请问几位大人，这沈一石平时织卖的丝绸都不要缴税，我们接管了他的作坊，是不是也可以不缴税呀？你们接了作坊后，就是给宫里当差了。那总不成又不让我们缴税，织造局还拿钱买我们的丝绸，那好处岂不都让我们得了？这句话问到点子上了。皇粮国税，干哪一行都得缴纳呀。既不要你们缴税，你们当然就得为宫里供缴丝绸了。这是一笔细账，诸位耐住性子，待后我会一笔一笔的跟你们算清楚。算完了以后，你们就会知道，接了沈一石的作坊，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这话干脆挑明了说好。你咳嗽，我也得让他们听明白了。25座作坊，每人要多少？今天就签字画押。啊，请问何大人，我们如果每个人要5座作坊，今年要给朝廷共缴多少丝绸啊？10万匹。10万匹呀！啊，郑中丞，刚才何大人说5座作坊就要给朝廷10万匹丝绸，我们没有听错吧？是啊，是，啊，是10万匹。等着啦。哼，知道了，是真宫局催要今年皇上万寿的衣料。那我得失陪了。2位大人先陪他们慢慢谈着，有什么结果告诉我一声就行。公公还要签字是吧？那是。公公，这么多年了，织造局的账只怕一时片刻也算不清。公公交给了差事，能赶过来更好。好，能过来，我自然会赶过来。哦，2位大人，可5座作坊，今年满打满算织半年，最多也只能织出17000匹丝绸。2位大人，岂不是要我们倒赔83000匹吗？是啊。由赵大人来接任浙江的事儿，真是太好了。万事匆促，还得靠杨公公和各位同仁戮力同心，共计时间。眼下最要紧的，就是立刻捉拿郑必昌、何茂才，追查沈一石的家产。咱家的意思，先等一等。等我派人把他们2人叫到这里来，再行缉拿。声誉煌煌，要拿人，就要在巡抚衙门宣旨，正行缉拿。这里都是自己人，我就把话都说了。捉拿郑必昌、何茂才，人是注定要捉的。可郑必昌、何茂才现在正在跟几个徽商在谈接手沈一石作坊的事儿，把他们2人叫到这里来，就是不想吓退那几个徽商。沈一石的家产要卖给徽商？上谕是叫我来追查沈一石的家产，怎么能现在卖给别人？这话怪我刚才没说清楚。赵大人，请坐。捉拿郑必昌、何茂才，查处签案官员，
追缴他们贪墨的赃款，这都是跑不了的事儿。可眼下呢，胡部堂的大营里面紧缺军需，朝廷今年要卖给西洋50万匹丝绸，这2件事儿才是最要紧的事儿。把沈一时的家财卖给徽商，就是为了解决这2件大事儿。这件事儿要是谈成了，这2件大事儿就有了着落。赵大人，这也是你接任后的大事儿。杨公公要是觉得这样办，既能够解决眼下的军需，又能够完成朝廷今年卖给西洋的50万匹丝绸，我们可以商量着办。可这样的大事，能够交给郑必昌、何茂才他们去办吗？这2个人还能办什么事儿？咱家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我是不想吓退那几个徽商。南直隶、浙江、安徽的丝绸商大有人在，吓退了这些商人，我们还可以找别的商人吗？当然可以找别人。可今天来的这些徽商，都是胡部堂的同乡。还有，这件事事先我已经跟老祖宗请示过了。既然这样，自然也只能这样办。请杨公公派人把郑必昌、何茂才叫来，我们在这里拿人。尊上谕，还要派2拨人连夜赶到淳安县建德县去，把海瑞、王用吉调来，共同审案。至于那些徽商，是不是还是等我明天跟他们签约为好？先让郑必昌、何茂才跟他们签约，赵大人明天不是更好谈吗？杨公公的意思，几位钦差以为如何啊？上谕是给赵大人的，赵大人说怎么办，就怎么办。那就分头去办吧。一是能分到沈老板65000亩桑田之1/5，便是13000亩，那都是上好的良田呐。按市价，每亩能卖到市价50担，折合现银50两，便是65万两，可抵上好丝绸65000匹。13000匹加上这65000匹，便有了78000匹。此外，沈老板在杭州、苏州、南京、扬州共有绸缎庄107家，那都是繁华闹市上等铺面，每一个铺面按平价折卖，也能卖到5000两银子。20家铺面便能折合上等丝绸1万匹，78000匹加上这1万匹，便是88000匹。还有沈老板这一次借给淳安建德的100船粮食，每船18000担。共计180万担，每买5座作坊，就能收粮债36万担，可值上好丝绸36000匹。这些都是硬账，算下来，哪位老板买5座作坊，今年除了上缴公里10万匹，还可以净赚丝绸24000匹。行了，没你的事了，把他押回牢里去。是。各位现在心里都有底了吧？可还有一项，便是织10万匹丝绸所需的生丝，按市价怎么也要20万两银子。算上刚才那些账，我们每5座作坊今年还得亏损17万6千两银子，折合丝绸便是17600匹。照刚才的算法，今年各位是要亏损一些，可是到了明年，朝廷便会补回来。怎么补回来？只要谁接手了沈一时的作坊，谁今后就是织造局的公差，也就是我们浙江官府的官差。凡这次接手5座作坊者，你们原来的作坊还可以并过来5座、10座作坊，
从今年起，不但一律免交赋税，往后每年产丝绸所需的生丝一律以官价，也就是市价的一半，由官府代为收购，免税一项，半价收购生丝一项。你们今年的损失只是88000两，如果加上并过来的5座作坊，那你们的损失也就只有44000两。请二位大人见谅，沈医师的做法是我们不敢接受。是，我们几个决定退出。说了这半天，这账还没算完，你们就打算退出？要是每人每年10座作坊，你们只需向宫里上缴8万匹丝绸呢？郑大人，一句话你老就给我们每人减了2万匹，我们5个人一共是10万匹，这个数字，江南织造局认不认可？宫里认不认可？是啊，这就不是你们该问的了。我是浙江巡抚，我说的话自然是织造局的意思。那我们就认了，每人接手5座作坊，再并过来5座作坊。好，现在郑大人和我就可以跟你们签字画押，然后送到织造局杨公公那里盖印画押。还是再缓缓啊！还是再缓缓。缓什么？啊，不是我们不相信二位大人，既然是织造局的差事，二位大人能否明天将杨公公请来，当面在约书上再盖上织造局的大印，我们再见。给脸不要脸是不是？我们一个巡抚，一个布政使，撂下这么大一个浙江的事情不管，陪着你们一笔一笔的算账。你们倒好，拿起糖来了啊！要不是看在胡补堂和你们有相宜，我早就派2个书办跟你们把约给签了。签，现在就签！来人！杨公公，请来了。终于谈成了。是啊，谈成了，对朝廷总算有个交代了。杨公公，有上谕，郑必昌、何茂才接旨。朕遍览史册，历朝贪渎之例不遑少见。我大明开国之初，有贪赃60两白银者，太祖高皇帝即将之剥皮宣草，祖制不畏不言。今乃有尔浙江巡抚郑必昌、浙江布政使兼按察使何茂才，上侵国帑，下吞民财达100万之巨，不为朕揽之赫然，后世观之无有不赫然者。若以太祖之法，而2人虽有百身，剥皮宣草，宁无余辜？朕上承祖德，常存无为而治之念，商议生灵皆不忍之。奈尔2人之罪何？着即革去郑必昌、何茂才一切职务，令赵贞吉任浙江巡抚，调淳安知县海瑞、建德知县王用吉会同严审，自郑必昌、何茂才以下诸员之贪墨，尔等罪员尚存一丝天良，当彻底共罪，悉数缴出贪墨之财。上天或可给尔等一线生机乎？钦此。郑必昌、何茂才，谢恩领旨吧。来人，在，押到聂司衙门大牢去。是。走，冤枉！走，我们冤枉啊！杨公公，杨公公，你老可千万别忘了，20年沈医师可是上交了400万匹丝绸啊！我们俩就是想传给子孙1万代，也用不了这么多呀，杨公公。带走。杨公公，
冤枉！杨公公，冤枉！海瑞和王用吉，最快也得明晚才能赶到。还有几个罪官，今晚也得立刻缉拿。今天我不听这一段。母亲想听哪一段？儿子背读就是。背下面一章，就是见证章第15，说臣子敢跟皇帝争，儿子敢跟父亲争那一章。母亲，还是另背一章吧。啊，就这一章，前面的就不用背了，只背儿子敢跟父亲争的那一段。父有争子，则身不陷于不义，故当不义，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。跟阿母说说，这一段是什么意思？孔子的意思是说，如果父亲有一个敢于直言的儿子，那父亲就不会做出不仁义的事情。假如父亲做出了不义之事，做儿子的就不能保持沉默，要婉言劝告。不对，孔子明明说的是争，争怎么是婉言劝告呢？母亲说的是，圣人所说的争啊，可以解为直言抗争，可儿子觉得还是解为婉言劝告好些。那下面一句，臣不可以不争于君，是不是也是婉言劝告呢？阿母，还是有所不同。怎么不同？有大不同。父亲不过一家之长，偶有不义之举，婉言劝告，纵然不听，不过一家之不幸。君主掌一国民生，若有不义之举，则民不聊生，甚至生灵涂炭。故臣者必须直言抗争。你的意思是不是，阿母纵然不义，不过是你和你媳妇不幸，是这个意思吗？阿母，义与不义是指的男人。母主中馈，没有什么不义之举。可孔圣人所说的话，绝不是指的母子关系。要是你阿爹还在就好了。7月15也快到了，该祭奠祖宗和你阿爹了。孩儿不孝，让母亲伤心了。做什么？母亲年迈了，不能无人侍候，儿子还是在这里陪母亲吧。李太医说得好，或许我这个做母亲、做婆婆的，是有点过分了。李太医怎么能这么说？母亲，世上只有一个孝字是没有对错的。可是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呀。儿子正在壮年，儿媳也才30出头，可母亲快70岁了。儿子弑母之日短，死后之日长啊。李太医开的药，你吃了吗？哦，回母亲，还没有吃。怎么不吃啊？哈，也不争在这1日2日。母亲啊，今晚儿子还是在这里陪着您吧。今晚我和阿南睡，你上那个屋睡去吧。
如贤。哎，要凉了。关呢？你关，别闹了。夭夭草虫，涕涕腹中。未见君子，忧心忡忡。执笔南山，言采其绝。未见君子，忧心忡忡。什么事？禀县尊，有上谕。哪一级的上谕？圣旨，是圣旨到了。是圣旨，没看错。回县尊，钦差都在大堂等了，确是圣旨。你先去大堂陪钦差，我换完衣服马上就来。是。
天还早，婆母再歇歇吧。不歇了，看来汝贤要办大事，你去准备些干粮和换洗的衣服吧。将爷，把枪都收起来，都推到衙门里去。怎么回事？奉部堂和赵忠诚令，换防。快！一个都不许动！什么人？自己人。到西院去。换防！您等等，他是胡部堂的人，你去布防吧。快，动作快一点。部长已经回杭州了，等这里抄点清楚了，你再去详细禀报。跟别的人一个字也别说。哎，兄弟，有件事似乎应该立刻禀报部堂大人。什么事？正北上何茂才昨天找来的那几个商人，好像是部堂大人的亲戚。他们找部堂大人的亲戚干什么？听说是叫他们接手沈一时的作坊。会有这样的事？为什么不早禀报？他们是在沈一时作坊里签的约，我也是昨天晚上听跟随的人回来说起才知道的。听说他们今天还要拿着约到织造局找杨公公签字。浙江现在是个烂摊子，搞不好你也会陷进去。如果搞好了，你赵梦静就可能入阁拜相。圣上这是在为下一届的内阁物色人选呢。我不做如是官，功过从来结伴而行。我不求有功，无过便是功。无过便是功。梦静，赶紧按圣谕把沈一师的家产算清楚，彻查浙江官场贪墨的汇款，悉数抄没，交归国库，这便是功。交归国库？沈一师的家产都要转卖给别人了，你不知道？站住！有急事需立刻禀报部堂大人。现在不行，新来的巡抚赵大人正在跟部堂大人议事，先坐等吧。这件事，胡部堂事先当真一点也不知道。扯淡！7天前我还在京师，昨晚才赶回来，从哪里知道啊？抄没沈一师家产的事情，他们已牵涉到你了。牵涉到我？你知道接手沈一师家产的那几个商人是哪儿来的吗？都是贵乡徽州的，有几个还是绩溪人，和你还有亲谊。混账！他们怎么敢这么做？看来郑必昌和茂才知道事情闹大了，做梦也想挽回，于是便想出了转卖沈一师家产的这个主意，以为只要赶快弄些银子供给你打仗，同时把宫里要卖给西洋商人的50万匹丝绸今年都凑齐了，向皇上交了差，就可以躲过这一劫。关口是织造局正好利用这个火梅子，把火烧到你头上了。把这些约书都收了存档。是。杨公公，这约书，您老似乎应该签了字，盖上织造局衙门的大印，给我们留一份才对。对呀，是啊，应该这么。我怎么能在这样的约书上签字？啊，织造局怎么能在这样的约书上盖印呢？这可你们呐，放着安徽好好的生意不做，要到杭州来趟这趟浑水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郑必昌和茂才昨天晚上已经奉旨被抓起来了。哎呀，这，哎呀，这我们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办呢？就是啊，哎呀，杨公公，杨公公，
我们都是安分守法的商人，哪里知道朝廷和官府的大事？是啊。既然郑大人、何大人犯了窃案，我们和他们签的约，自愿撤回。对呀，我们自己撤回来。你当这是赶庙会买东西？想买就买，想撤就撤。那这怎么办？这是亲案，卷进来的人一个也跑不了。杨公公，放我们回去吧！干什么？你们这是干什么啊？约是你们自愿给郑必昌、何茂才他们签的，求我啊，还不如去求胡部堂，官儿可比我大。孟静，这个时候皇上派你到浙江来，是意在填补国库亏空。他们以往打着皇上的名号敛财，现在依旧打着皇上的名号，将应该交归国库的财产转归织造局，家国不分，是我大明致命之弊呀。孟静，你是理学中人，受命于危难之际，这件事你要给皇上上书。如真，问一句话，你不要介意。你问吧。你是浙支总督，这些事你都知道。你为什么不上书？今年你就2次见到皇上，为什么不当面向皇上陈奏呢？是怀疑我拿你当枪使。你这样说，那就当我没问。话既然问到这份上了，我回答你：年初改道为丧，我尚没上书，上了书以后结果怎样，你都知道。因为上自皇上，下到朝廷各部，还有你们这些同僚，都把我胡宗宪当作严阁老的人了。有些话，有人能说，有人不能说。这件事，你上书不公也为公，我上书无私也有私，这个道理你自然明白。现在你这样问我，是担心我会牵连你。既然这样，就当20年我们从来没有交往过。我那几个同乡，你仍然可以把他们牵扯进去。沈医师的家产，你卖给他们就是了。我赵贞吉不是这样的人。请转告部堂大人，我来过了。朝廷的事，你要正办，我当然也要正办。可你知道，凡是宫里插了手，怎么办就由不得我们。就拿这几个乡绅来说，现在被杨公公叫去了。如果织造局一定要逼着他们接手沈医师的家产，牵涉到你，就很难分辨。我不分辨，上谕是给你的，情形你都明白。沈医师的家产该不该转卖，尤其是该不该卖给我那几个同乡，上书朝廷分辨，是你职所当为的事。戚继光的军报来了，接下来跟倭寇有几场血战，下午我就要回军营了。大战在即，浙军的军需，还有即将开来的江西、安徽、福建几路客军的军需，望你及时为我送来。汝珍，汝珍，别人不知道你胡汝珍，你我毕竟是20年的知交，不讲我们的交情，为了国事，为了让你一心在前方平定倭寇，我也会替你送军需，也会替你把这几个同乡解脱回去。织造局一定要把沈医师的作坊卖给其他商人，除非我明发上谕，或者内阁的急地，否则我会上书
我会去争。孟敬，我大明朝几千里中，就一尺净土，支撑大厦，也就靠你们这些理学之臣了。善谋国者如烹小鲜，这样的事盘根错节，郑必昌和茂才还有许多官员，背后都牵涉到朝廷，牵涉到宫里，有些事该追，有些事就不能追查到底。该争的争，该忍的就必须得忍。浙江之事，就全靠你了。抗倭才是军国大事，细柳营不可无周亚夫。你放心去就是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拜托了，义所当为，不唐保重。曲曲秋风了故乡，故乡月翠分明。但愿记萧瑟山中感一程，登临心系天下事，脚踏中原路不平，万里奔行，只为苍生。一路长江笑，一笑黄河清。悲欢痛，有乐与共。万里奔行，只为苍生。一路长江笑，一笑黄河清。悲欢痛，有乐与共。云在青天，水在天一明，几人醉卧，几人醒，几人一梦惊风雨，七座是看海阔天晴，七座是看海。